台灣在這地球上的位置，讓台灣的3家航空公司華航、長榮跟星宇都注定會成為經營北美與東南亞轉機市場的重要航空公司。3家都很棒，但這3家都有一個小小的缺點，那就是他們都貴丟丟。怎麼說呢？可以的話，還真是希望跨太平洋可以有一個更便宜的選擇呢。Hello， 大家好，我是 Ben。今天我要來帶大家飛一家非常有個性的航空公司——菲律賓航空。我這次呢，一共會飛2段。第一段從溫哥華到馬尼拉，搭乘的是飛航的777-312。在馬尼拉簡單混一天後，再搭第2段從馬尼拉到台北，搭乘飛航的 A321-200。是說飛航的長途跟短途搭乘體驗到底如何呢？飛航常常出現的打折機票，又是否會反映在服務上面？我們事不宜遲，就趕快跳出發點來揭曉這些答案吧。我們3、2、1，起飛！嗨，大家好啊！我們又回到熟悉的溫哥華機場了。哇，詞窮，感覺以前的影片把該講的都講完了，不知道還有什麼可以講的。不如我們就趕快去櫃檯報到拿登機牌，然後趕快過安檢去看飛機吧。哦耶，看飛機！話說這也是我買新手機後拍的第一支影片哦。前置鏡頭是不是變清楚不少呢？就連我的痘痘都被無限放大。But hey， 已經可以看到我們今天要搭乘的飛機嘍。這次第一趟搭乘的是菲律賓航空 PR117 波音777-312。菲律賓航空目前一共有10架的777-312，平均機齡12歲左右。而我們今天搭乘的這架 RPC7784 也是差不多歲數，算是個中年大叔。那說到菲律賓航空的777-312呢，他們一共分2種座椅布局，差別就是一個商務艙多一點，一個少一點。我們今天搭的這個是屬於少一點的那個，一共就26席的商務艙跟367席的經濟艙，分別採用的是121跟333的座椅布局。今天人真的是頗多，希望不要太崩潰。我們事不宜遲，就趕快來登機吧。我這次坐的位置是63K， 是最後一排的靠窗位。會選這個位置主要也是因為只有這排變成2人座，壓迫感稍微沒那麼強一點。推薦大家有機會可以多看看這種位置，不要跟我搶的話，我都沒什麼意見。再來說到椅子，這個椅子真的是我見過最有個性跟設計感的椅子，可以上下左右的水綠色皮質頭墊，加上珊瑚礁式的座椅布料，給人一種獨特愜意的海島風，我非常的喜歡。再來看到已經放在椅子上的枕頭、毛毯跟耳機，耳機就是那種經濟艙會發的頭罩式耳機，毛毯跟枕頭也沒有到很特別啦。枕頭套是那種一次性的套套，毛毯也不是最毛茸茸的那種，但至少顏色跟主題都還蠻搭的啦。一個大大的 logo 跟淺藍的配色，至少風格是非常一致的。OK， 再來說到最重要的空間感，一個半到2個拳頭的椅距跟17寸的椅寬還不錯啦。我原本以為777-333布局會稍微再寬一點，但也不是不能接受。333也確實人稍微少一點，比較不會那麼壓抑，就只是椅子下面這個娛樂系統盒子真的是有點卡位，小小的扣分。但沒關係，我們就順路往上看看椅背的部分嘍。最下面是一個我覺得很多餘的 leg rest， 跟一樣有漂亮布料的大口袋，裡面塞了一樣精心設計過的安全須知、清潔帶跟一個空中娛樂指南。再往上走一點呢，就是一個形狀有點畸形的下放式餐桌，跟看上去有點年代感的娛樂系統啦。就這樣，其實蠻簡單的，就只是這個娛樂系統我想要來好好講一下。這很明顯是有一定年齡的娛樂系統，雖然可調整，但尺寸不大，感覺也有點笨重。把手上是可以找到遙控器跟耳機插孔的，很明顯是上一代的產物，但這都還可以理解。我覺得比較大的問題是軟體的部分，娛樂內容有電影、電視劇、音樂，有國際選擇，但我覺得真的不算特別多，又或者其實不太中我的菜，這個比較因人而異就算了。但讓我最不能接受的是，這個娛樂系統居然是沒有飛行地圖的。我是認真第一次搭長途飛機遇到沒有飛行地圖的航班，這就讓我有點抓狂了。我本來還以為也許要聯網吧，估計他們的線上娛樂系統會提供飛行地圖，如果是那樣的話就還可以。但是各位，飛航的777是不帶網路的，不管你是商務艙還是經濟艙都一樣。難受，真的是小難受。最後再加上這班的寶寶好像也偏多，我只能說 I hope I survive this flight。好啦，沒關係。還有什麼沒講到呢？椅子下面是有萬能插座的，2個人分1個。頭頂上是有頭燈的，沒有通風口。窗戶是手拉的，然後最後一排椅子背後也都有留空間，讓我可以無罪惡感的往後躺。整體來說還是很 OK 啦。論座椅環境還是該有的都有。飛機開始倒退了，我原本以為這個時候要看安全影片，但不知道為什麼什麼也沒播，我就這樣對着熒幕拍了個寂寞。可能是 technical issue， 不懂。但隨後飛機就準備起飛啦，我們就等一下太平洋上空見嘍，拜拜。
喲吼，歡迎回來！我們現在已經在太平洋上方了，剛起飛就有 Baby 交響曲當做配樂，真的十分感動。當然不得不說，菲律賓航空對於小朋友還是非常有一套的。第一件事就是出來給小朋友發禮物，很有愛，但也可能只是希望他們閉嘴，看你怎麼想。而我們這些大朋友也沒有被忘記，也是一人發了一個過夜包跟紙本的菜單。哇哦，經濟艙有過夜包耶 ，fancy fancy！ 當然不是什麼特別的包包，但裡面還是可以找到眼罩、牙刷跟襪子。對於過夜班來說，還是非常用心的。晚一點再來使用這些。至於紙本的菜單，我覺得也是非常加分的一點，真的要給菲律賓航空的設計團隊一個大拇指。一面是食物菜單，內容全部寫得清楚，就連所有可能的過敏源也都標示得清清楚楚，非常的用心。我是建議可以把番茄加上去啦，有沒有人幫我加1？再到另外一面就是飲料菜單啦，可以看到就连在經濟艙也是有不少酒精選擇的，而無酒精飲料則都是一些比較經典的飲品。本來期待可以看到一些比較特別的，但沒有其實也沒關係啦，重點還是在味道的部分咯。噔噔，來嘍！這次的選擇有 fish or pork， 我最後是選擇這個菲律賓菜 fish escabeche， 沒吃過，所以真的相當期待。飛機餐有一個前菜，一個主餐，麵包配奶油，甜點跟一杯飲料，非常的中規中矩。前菜 quinoa and turkey salad，it's good, I really like it， 酸酸甜甜又蠻健康的，很適合當一個開胃菜。再來就是我沒有吃過的主菜，也是蠻不錯的，不管是魚還是飯都非常有風味。薑黃飯有點整個勾在一起，不確定是不是本來就應該是這樣的，但我覺得這是我願意再嘗試一次的料理。好的，甜點提拉米蘇，這個我真的就覺得還好。我對於太甜太化學的奶油真的不太行，我還是吃完了，但只是因為我不太想浪費食物而已。以上就是這次飛機餐的全部，麵包配奶油沒什麼特別，我就不說了，只能說普普通通吧，沒有被驚豔到，也沒有到說真的非常豐富，但我還是蠻開心有機會可以吃到沒吃過的料理，所以也不完全是沒有收穫吧。再加上我還洗提一條濕掉的褲子，絕對不是因為我剛剛不小心把我的可樂打翻。OK， 沒事，反正我怎樣都還是要跑廁所一趟的。可以看到這裡有馬桶墊、baby 台、清潔袋、衛生棉、充電頭、調整水溫的水龍頭、2個 Kotak 跟菲律賓航空牌的洗手乳、乳液跟香水，還不錯啊，真的是該有的都有。加上過夜包裡的牙刷，對於等一下準備來好好休息的人類，真的相當加分。我甚至覺得這個牙刷刷起來比國泰航空豪金艙提供的牙刷還要好，那個毛刷起來真的是軟多了，就連過夜包裡的襪子也是，穿起來也比國泰豪金艙的襪子要舒服。所以這點我覺得還是要給飛航一點稱讚的。Anyways， 累了，我也不知道我現在人在太平洋上的哪裡，還是來睡覺好嘍，就晚一點要吃飯的時候再跟大家見嘍，晚安。OK， 起床。其實現在時間還早，大概只飛到航程的一半，但嘿嘿，飛航是有提供中途點心的喲。這次吃的是 roast beef and Swiss cheese sandwich， 雖然說只是個很簡單的點心，我也完全不抱任何期待，但我得說真的是出乎意料的好吃誒。加熱後的麵包軟軟的，其實還會變成拉絲的那種，味道真的是相當足。那除此之外，飛航還會提供飲料跟 Oreo 當餅乾，基本上就是一份小餐點了啦，不挑。但也可能是因為有中間這一頓，如果你飛行途中去咖喱覓食的話，是找不到東西的。我有問空服有沒有什麼零食，空服也就只是給我塞更多的 Oreo，which is fine， I'll take it。但內心確實還是有一點點期待，可以吃到更有菲律賓風味的零食的。Anyway， 就直接挑到早餐，看看早餐有沒有菲律賓的影子吧。首先在餐點上之前，先是給大家發了涼的濕毛巾。哇！經濟艙濕毛巾 ，fancy。飛航在一些點上真的很奢呢。這次的早餐選擇有菲律賓菜 prawn salciado， 不會念。跟西式的 scrambled eggs with cheddar， 我那麼願意嘗試新事物的人類，當然是選菲律賓菜嘍。但是各位，那天我還是想起了我被番茄支配的恐懼。那麼大的番茄，完全就是大地雷啊！我們趕快把它丟到一邊。但即使如此，這道菜還是充滿了番茄，剩下的就只能正面對決了。如果把番茄都 filter 掉，其實剩下的都還不錯啦。蝦子、蘑菇、炒蛋調味的都很到位，就連米飯本身都是有蒜香味的。我相信如果你是吃番茄的怪人，這個早餐應該是還不錯的。而主餐之餘還有新鮮的水果跟麵包奶油可以吃，算是一頓低負擔、味道又豐富的降落前點心。OK 啦，我努力不要讓自己跟番茄的恩怨左右我對這頓餐的評價。
但以上就是我這次第一段飛航的全部。吃完沒多久後，我們就會準備降落在馬尼拉尼諾伊阿基諾國際機場的第一航廈啦。大家覺得這趟菲律賓航空如何呢？我自己是覺得這是一趟優點跟缺點都非常鮮明的航班。我就先把不喜歡的點說掉好了。首先，缺少娛樂選擇。娛樂系統雖然有電影、電視劇跟音樂，但選擇不算多。沒有飛行地圖跟網絡，在長途飛行更是我覺得是大大的硬傷。這是我搭完這趟最大的抱怨。再來就是我覺得長途飛行沒有提供瓶裝水，也讓人有點難受。長時間在飛機上待着其實是非常乾燥的。如果說每次喝水都要跟空服員要，而且還都只有小小一杯的話，其實也是很麻煩。那當然最後邪惡的番茄這就不用我多說了，還是來聊聊優點吧，因為真的是蠻多可以講的。漂亮的機艙設計，經濟艙都有提供的過夜包，早餐前給大家發的濕毛巾，加上整趟飛行有3頓餐，以上的這幾點都是很少航空公司有的特點。但我覺得對我來說最棒的還是價錢的部分。我這趟菲律賓航空從溫哥華經馬尼拉飛台北，單程也就大概400塊加幣而已。就老實說，都已經這個價位了，真的還值得我抱怨任何事情嗎？好像也對飛航不太公平，所以我覺得我還是乖乖閉嘴好了。期待飛航哪天飛溫哥華，可以改飛他們更旗艦的 A350，我一定再搭一次。飛航如果有在看的話，考慮一下吧。好的，我們中場休息一下。下飛機，下飛機！歡迎各位跟我一起來到馬尼拉。我這次在馬尼拉機場轉機時間差不多12個小時，所以大家如果不介意的話，不如就快速跟我來一趟馬尼拉的半日遊吧。首先，第一個任務去市中心，我是選擇搭 Grab 啦。馬尼拉治安不是特別好，所以搭 Grab 比較有保障，我自己比較放心一點。第一個點來到的是馬尼拉的靈魂地點 Rizal Park。OMG， 好熱！現在才6點，我就已經很想找個咖啡廳吹冷氣了。OK，Rizal Park， 我來看看這個地方為什麼有名。Rizal Park or Luneta is crucial as the site of national hero Dr. Jose Rizal's execution。哇，要這樣一上來就沉重。對歷史感興趣的大家可以自己去讀。這裡一大早就可以看到好多人出來散步運動。我有點累，但還盯得住。目前還在剛出來玩的興奮當中。一路上都還有看到菲律賓標誌性的吉普車 Jeepney。根據我做的功課，這些可是當時美軍撤離時留下來的哦，現在已經變成當地人每天通勤的交通工具了，真的是蠻酷的。然後我就這樣走走停停，一路散步到馬尼拉的舊城區 Intramuros 啦，這裡真的是有超多古蹟的。我來的時間有點早，所以很多都還沒開，但其實一個人這樣享受觀光客來之前的寧靜，其實是不是也有它的浪漫呢？我最後有等到一些教堂開，但說真的，我好熱。找位置坐一會還會一直被小蟲子咬，不舒服，我就決定提前離開了。我要去做史上最觀光的事，沒錯，我想你也猜到了，我要去吃 Jollibee。不要 judge 我，我就是觀光客。隨便叫了一個炸雞套餐，也第一次試了他們家的鳳梨汁。結果在吃完後覺得，我是不是期望值太高了？怎麼感覺好像加拿大的 Jollibee 比較好吃啊？哇，這樣講會不會被打？但我吃的這個雞肉偏柴，肉也不飽滿，飯是包起來的很酷，但吃起來也普通。現在想想，我到底為什麼會對一家快餐店抱有那麼高的期待呢？我果然是沒有文化的人。Anyway， 吃飽飯後，我本來還想繼續走走，但我突然覺得好累好累，走在外面好熱，又需要一直對奇怪的人提高警覺。看到一間星巴克，我就決定進去休息一下，充個電。大概等到附近冒開了之後，我才決定再次出發，順便看看有沒有什麼伴手禮要買。我就是買了一個木瓜肥皂啦，拿去送給我爸媽，好不好用我不知道，但這個味道真的是蠻酷的。然後呢，就是這個時刻，我覺得我要不行了。飛機上睡了不久，又在城市裡漫步了好幾個小時，我真的是快睡着了。於是思考一下，我最後決定還是先回機場好了。有點可惜，看到的不多，就等下次有機會再來玩久一點咯。最後我想說，馬尼拉的交通真的不是給人開的，車子超多，喇叭超響，4線道可以給你開成6線道。我回機場 Grab 司機也是開得跟鬼一樣，我需要一點 peace。我們就跳到回程的第2段吧。好的，回到機場了。我現在講話又聽起來很累，因為我當時是真的蠻累的。我這次來到的是馬尼拉機場的 T1， 我得說是真的蠻小的。我不太想太早進去，但這裡除了旁邊一間人多到爆的 Jollibee 以外，也真的什麼都沒有了。所以只想找個地方休息的我，就只好再叫一份餐，慢慢吃，殺時間。那在終於過了好一陣子後，感覺也終於差不多可以進去看飛機了。我的飛機還沒到，就先跟我一起來欣賞一些其他的飛機吧。
首先登場的是長榮航空 BR272 波音777-312，他們家的經濟艙跟商務艙我之前都開箱過哦，所以感興趣的也別忘記這支影片之後去看一下哦。再來出場的是新加坡航空 SQ910 空巴 A350-900，這架我也開箱過喲，所以一樣可以直接把這支影片再排在那些影片的後面。OK， 最後一架 Zepair ZG096 波音7878夢幻客機，這我目前就還沒有影片了，但我可以給各位提前預告一下，已經在路上嘍，超級有趣的航班，所以如果想看的話，還不快訂閱起來？沒錯，就是要趁機瘋狂自我推銷。時間差不多了，我們還是回到今天的重點，然後飛回台北吧。這次第二段搭乘的是菲律賓航空 PR894 空巴 A321-200。菲律賓航空一共有22架的 A321-200，平均機齡11歲左右。而我們今天搭乘的這架 RPC9918 就是一架平均的存在，也是11歲左右。菲律賓航空的 A321-200目前一共有2種布局，一個是比較舊我今天搭的，另一個則是2025年經過翻新少了5個座椅的版本。小可惜是舊的，但 OK 啦。12席的商務艙跟187席的經濟艙分別是標配的22跟33的座椅布局。那在之後登機後，我上飛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廁所，因為大概率在空中是沒機會去上的。有點驚訝，空服居然讓我使用前面商務艙的廁所，那我就不客氣嘍。廁所整體來說其實就蠻普通的 ，baby 台、馬桶墊、Kotak、插座、服務鈴。跟菲律賓航空的 Cologne、Lotion 跟 Hand Wash 是個很 OK 的廁所，沒什麼好抱怨的。但真的讓我驚訝的是，我隨即跑去後面經濟艙的廁所，才發現經濟艙的廁所居然更加豪華。不僅剛剛提到的設施都有，甚至還多了牙刷跟通風口。哇，先不說為什麼經濟艙的廁所比較好，那麼短的航班居然還附了牙刷，我是真的沒想到。該說有心嗎？還是說有點沒必要呢？我是很開心的拿走一隻啦，感謝飛航照顧我們的牙齒。OK， 來到椅子 63A， 椅子本身就是很標準的藍皮座椅，30寸椅距跟18寸椅寬，就以載體飛機來說還行啦，勉強塞得下一個拳頭。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你去看21到23排的話，它的椅距是有到32寸的哦，估計也比較貴，所以腿長的人可以考慮一下。好的，来到有點空虛的椅背，娛樂系統沒有，一個下放式的餐桌跟下面的一個大口袋，裡面塞了安全須知、清潔袋跟飛行雜誌。比較空虛，但該有的都還是有。之後頭頂上是可以找到頭燈跟通風口，窗戶是手拉的，然後很可惜充電也是沒有的。對，就這樣，相對簡約啦。但才1個小時多的航班，我也不打算抱怨。不如我們就趕快安全示範看一看，然後起飛，等一下空中見嘍。嗨，回來吧各位！抵達起飛高度後，空服迅速投入服務。但在那之前，還是先來看一下線上娛樂系統好了。餐桌背面有連接指示，掃個 QR code 就可以，很簡單。可以看到娛樂系統本身還是很可以的，電影、電視節目、音樂、遊戲你都能找到。而且各位，這上面還能找到飛行地圖。哇，怎麼辦？小小的 A321在我心目中已經把777給幹掉了，該更新一下了吧，飛航。Anyways， 來吃飛機餐。我在上飛機前一樣有提前線上查看菜單，但這次看起來提供的選擇好像跟線上說的不太一樣。選擇有 Chicken Barbecue and Beef Pasta， 我最後是選 Chicken Barbecue。這次飛機餐提供的有我的主食、一瓶水、芒果乾、一杯飲料跟木質餐具。肚子好餓，開動開動。首先雞肉的部分，哇哩嘞，好好吃，有炭烤箱搭配那個醬，超級下飯。
怕太鹹的，旁邊這裡還有附酸菜，可以去中和一點那個鹹。只不過我有點吃不太習慣，跟我習慣吃的酸菜有點不太一樣。再來是芒果乾，雖然說吃起來就是普通的芒果乾，但我也非常喜歡看到航空公司在飛機上提供他們自己國家的一些特產零食。要是第一段長途飛行上也有備這個的話，哇，完美！最後我還想再提一下這個水，真的很奇怪，長途飛行沒有水，反而短途的有，怎麼感覺目前看到很多東西都是倒過來的？可能溫哥華市場比較無所謂，亞洲內的競爭完全不是同一個等級，這個理由好像也不是不能接受。但隨後不久，我們就已經準備要降落回台灣的桃園國際機場啦。Feels good to be back home。這是搭飛航首次體驗，我得說還是很滿意的。這種價格能搭到全服務航空公司，有行李、有飛機餐、有機上服務，真的是沒話說。雖然說有些點還是很有進步空間的，但也有很多點是絕大部分其他航空公司都找不到的，這絕對是值得稱讚的一點。這次搭的都是飛航比較舊的飛機，期待之後有機會可以試試看他們比較旗艦的機型。所以菲律賓我們就下次見嘍。好啦，這支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了。如果喜歡這種航空開箱影片的話，也別忘記幫我按讚、分享、收藏、訂閱，順便感謝各位乾爹乾媽的會員支持。下支影片我們就來聊一家已經很可惜絕種的航空公司 Air Japan。很感激這輩子有機會搭到，所以我們就用下支影片來好好懷念這家航空公司吧。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嘍，拜拜。